情绪的讯息，你真正想要的不是控制，而是被在乎。某个周五傍晚， Lisa 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家，看到沙发上老公翘脚滑手机，地上还是早上出门前乱七八糟的样子。她压了一整天的怒气终于爆发。你可以不要像个室友一样吗？这是你家耶。我工作一整天回来，是要来当清洁工的吗？她老公吓了一跳，你又来了，有必要这么大声吗？不就几件袜子。Lisa 气得转身进房，门一关，眼泪竟然掉下来。她说不上来为什么这么委屈，但她很确定，她真正想要的不是一地袜子被收拾好，而是一种被在乎的感觉。这就是情绪背后的真讯息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是想要控制，其实是渴望被在乎。但这种渴望总是穿着情绪的外衣登场，让人误会，甚至反感。这一刻，让我们一起拆开情绪的包装，看看里面藏了什么没被说出口的需要。情绪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的通讯兵。你之所以会生气、焦虑、失落，不是因为你有问题，而是你内在有某个重要的需求没有被听见。想象情绪像机场跑道上的警示灯，灯亮了，不是因为灯有事，而是飞机准备要降落了。我们的情绪就是一盏灯，如果你只是想把灯关掉，而不问为什么它亮，那飞机就可能直接撞上来。别小看那些小脾气、小焦虑，它其实是灵魂的 SOS， 尤其是你总是反复出现的那种情绪，你越想把它压下，它越用更激烈的方式浮上来，因为它里面藏着你真正的渴望，一个你还没有学会承认的自我。你以为的控制其实是求关注。我们来看几个常见的例子。案例一，那位很会安排一切的妈妈。佳琪的妈妈非常有效率，旅行前1个月就定好行程表，早上7点要全家集合拍照，晚上6点要吃当地必吃餐厅，稍有延误，她就开始不耐烦，碎念不止。大家都说她是控制狂，但小琪后来发现，妈妈其实是怕我们一家人很难聚在一起，如果没好好安排，会不会这次又留下遗憾？她的控制欲背后是一个温柔却没说出口的讯息，我很在乎这段家人时光。案例2，那个什么事都要决定的同事，福旺在团队里什么事都要有意见。这个字体不行，这个提案太保守，开会不能迟到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干脆都不跟他讨论了。但有次下班后，他对朋友说，我只是怕被边缘，怕没有我，这团队还是照样运转，那我是不是根本没价值？看似掌控一切，其实是担心自己一点都不重要。我们来解码几种情绪，看看他们背后藏着什么真正的渴望。生气的背后讯息是事情不照我想的来，但真正需要的是被理解、被尊重。焦虑的背后讯息是我不确定结果会不会好，但真正需要的是被支持、被陪伴。失望的背后讯息是我期待落空了，但真正需要的是被看见、被安慰。控制欲的背后讯息是一切要在我手中，但真正需要的是安全感、被信任。指责他人的背后讯息是你的错，但真正需要的是不想被责怪，
想自保。情绪像是一封信，里面的内容不是我在骂你，而是我在乎你有没有看到我。更精确一点说，情绪表现是保护模式，真正的需要才是核心。现代生活中的假控制真渴望。 A. 社群媒体上的完美控。 Amy 是个社群控，每张照片都修到极致，每个贴文都像行销计划，连 hashtag 都不能错。她说这是我的风格，但她某次喝醉后对朋友说，我如果不发点漂亮的东西，就觉得好像大家会忘记我。表面上是自我品牌经营，实际上是你们还在乎我吗？ B. 恋爱中的掌控狂。志远每次女友跟朋友出去晚归，他就抓狂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是不是有别人？朋友说他太没安全感，但他心里其实在说的是，我只是怕你会离开，怕我不够好，不值得你一直待着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在工作、家庭、朋友圈里，我们都会遇到看似强势，实则脆弱的情绪假面。有些人不断提要求，有些人冷嘲热讽，有些人选择冷漠疏离，但其实背后都在发出一样的求救讯号。你有看到我吗？如果我们一直用控制来掩饰渴望被在乎，那我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亲密，因为对方看到的只是你的命令、情绪、苛责，却听不见你在说，其实我很怕你不在乎我。真正的力量是什么？不是控制全场，而是能够坦诚自己的需要。当你对重要的人说出，其实我不是在生气，是因为我觉得被忽略了，那才是真正情绪的力量。它连接人与人，而不是隔开。这需要勇气，但也正因为脆弱，才显得真实。承认我们的需要，不代表我们软弱，而是我们成熟到不再用情绪掩饰自己，而是敢用真心邀请对方靠近。结语：情绪是一条通往亲密的桥。我们总以为情绪是妨碍沟通的东西，其实它可以是最诚实的语言。情绪表现的是表层，但里面的讯息才是真相。如果你愿意猜信，而不是扔信，你会发现每一个情绪爆发的背后，都是一个静静坐在那里的小孩在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？你真正想要的不是控制一切，而是有人懂你，在乎你，靠近你。情绪的真面目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与他人之间最真诚的桥梁。